1883年，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赫尔曼是个白手起家的商人，严厉、自信、强势。母亲尤利叶善良聪慧，但在丈夫面前无法自主。卡夫卡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寒鸦，一种普通的鸟。这个名字似乎预示了他一生的基调，平凡中藏着不凡。童年的卡夫卡生活在父亲的巨大阴影之下。父亲用粗暴的方式教育孩子，使卡夫卡从小就充满自卑感。他性格内向，喜好读书，与妹妹们关系疏远，在家庭中始终感到孤独。父亲代表权威和成功，而他觉得自己软弱无能。这种对比折磨了他一辈子。1919年，卡夫卡写下了著名的致父亲的信。这封信深刻剖析了父子之间数十年的紧张关系。他在信中表达了对父亲权威的畏惧和深深的自我贬低。父亲的粗暴教育使他失去了自信，产生了无穷的负疚感。他试图通过文学创作逃离父亲的影响，但内心始终渴望获得父亲的认可。他对犹太教的态度同样深受父亲影响，从童年时期的附和到后来的疏离。这些经历深深烙印在他的作品中。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正是那种被家庭排斥、被世界异化的隐喻。诉讼中 K 的无力感也与这段父子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卡夫卡曾说自己会从孩子直接变成老人，显示出他心理上始终没有真正成熟的一面。卡夫卡的性格极为认真、诚实，追求完美，道德感强烈。他对生活细节充满兴趣，写作时详尽描述，从不轻视任何事物。他信仰一个公正的世界，却在绝望中保持着建设的意志。他的口头表达力堪称天才。他常用悖谬而诗意的语言评论生活，把素食者比作受迫害的早期基督徒，把保险公司比作原始宗教信仰。他深受失眠和偏头痛折磨，称头疼时像薄玻璃在太阳穴碎裂。他将自己称为上帝头脑中涌现的虚无主义者，认为人是上帝的一次恶劣情绪。但布罗德说，卡夫卡最根本的素质不是才智，而是深深的自信和运动的安闲。他以日常举止无声地表达着对正确生活方式的坚定信念。这是一种安静的力量，不张扬，却无比坚定。1906年，卡夫卡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他坚持一个原则：挣钱的职业与文学创作必须绝对分离，拒绝以文学谋生。1908年，他进入布拉格工人事故保险公司，负责事故预防和企业安全等级划分工作。这份工作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目睹因安全设施不足而致残的工人，社会同情心被激发。他在年度报告中关于木工机械危险性的技术描写，展现出文学性的笔触。布罗德指出，卡夫卡对世界的悲观主义很大程度上来自公务经历。诉讼和城堡中整章的现实主义素材取材于保险公司的环境，但职业与写作之间的撕裂令他痛苦不堪。他在日记中写道：起草公文如同从自己身上撕下一块肉，而写作则是神妙的轻松。1912年底，他因父亲要求去工厂监管而陷入极端绝望，在给伯罗德的长信中详述了跳窗自杀的冲动。他2次站在窗前，最终因继续活下去对写作的打断更少而放弃。卡夫卡视写作为祈祷的形式，是宗教性的生活核心。他渴望集体生活和有意义的工作，却因职业枷锁无法迈出第一步。日记中同时流露出对孤独的矛盾，一方面因创作需要高度聚精会神，另一方面又否定孤独本身，视融入集体为最高理想。卡夫卡认为，艺术是宗教认识的反照，是赋予生活意义的手段。他引用福楼拜侄女的回忆，福楼拜晚年承认那些过着普通家庭生活的人生活在真实中。卡夫卡经常引用此话，表明光有艺术不足以建设真正的生活，但艺术是不可或缺的发端和最里面的圈子。他的文学观与宗教观紧密相连。他坚信不可摧毁之物，人并非完全是超自然力量手中的玩物，而是有自己理智、意志和道德认识的火花。尽管人在上帝面前可能失败，但人不能没有一种对自身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的持久的信念而生活。卡夫卡对上帝的探索如同约伯，但他的怀疑与信仰达到了最高的综合，在所有信徒中，他离幻觉最远，
而在一切不怀幻觉看世界的人中，他是最坚定的信仰者。卡夫卡与布罗德在大学时期相识，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布罗德是卡夫卡文学事业最重要的推动者，没有布罗德的不懈努力，卡夫卡的作品可能永远无法面世。他们共同热爱文学，一起阅读柏拉图和福楼拜。两人趁短暂假期远足，在大自然中尽情享受自由。1909年，他们赴利瓦旅行，又前往布雷奇亚观看飞行集会，由此催生了卡夫卡的散文《布雷奇亚看飞机》。1912年，他们朝圣般地前往魏玛，怀着对歌德的虔诚崇拜。卡夫卡认为，歌德一句话就足以压过其他作家的全部文字。卡夫卡的朋友圈还包括奥斯卡、鲍姆、菲利克斯、威尔奇等人，形成了稳定的布拉格4人友谊团体。1910年起，卡夫卡通过萨沃伊咖啡馆接触到东方犹太人伊蒂语剧团，深深着迷于犹太民族文化，这成为他精神世界的重要转折。卡夫卡的爱情故事是传记中最令人心碎的部分。他把婚姻和家庭视为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极致，但对婚姻既渴望又恐惧。1912年8月，柏林姑娘菲利斯·鲍威尔来访，卡夫卡刚坐下便做出了不可动摇的判断。这段关系笼罩其生活5年。他在1913年7月写下长篇利弊分析，以我这苦难的人结尾。他在肯定与否定间剧烈摇摆，一方面认为婚姻能增强他承受生活的能力，另一方面又恐惧失去孤独。我的成绩都是孤独的成果。1914年正式订婚，但仅2个月后便在柏林破裂。解除婚约的巨大痛苦催生了诉讼和在流行营2部杰作。1920年上半年，卡夫卡与捷克女作家密伦娜陷入狂热的爱情。密伦娜在信中深情描述卡夫卡对世界的独特感知，他无法理解邮局里多找的一个克朗，无法向经理撒谎请假，却愿毫不犹豫给他2万克朗。然而卡夫卡最终选择分手，因为他无法满足于婚姻替代物。密伦娜痛苦地承认自己太弱了，无法做出那个唯一能帮助他的行动。1923年夏，卡夫卡在波罗的海偶遇柏林犹太大众之家的度假旅游团，结识了朵拉·迪芒。朵拉是东欧犹太教虔诚教派出身，会希伯来语。他朗读以赛亚书的那一刻打动了卡夫卡。这一次他真正付诸行动，离开布拉格去柏林与朵拉生活。在柏林郊区斯台格利茨，他第一次感到幸福。然而1923年可怕的通货膨胀之冬摧毁了他的健康。1912年是卡夫卡的决定性之年。在伯罗德的不懈推动下，卡夫卡克服了自我怀疑，出版了第1本书《观察》。同年9月22到23日夜间，卡夫卡一气呵成完成判决，实现了创作突破。随后他又奋笔写出《失踪者》的第1章思路以及著名的《变形记》。卡夫卡的写作风格独具特色，在他描写的一切场面后面都展示了无穷无尽的一面，叙述充满了对大自然的爱和对生活的忠实。只有对生活怀着最深厚爱的人才能以这种方式叙述。这种独特的风格不仅是美学上的，也是一种道德现象，是他特别诚实本质的反应。他报道的事件首先意味着事件自身，但同时又不仅仅是自身，从每一个细节中都放出一道光芒来，照耀着永恒和超越感官直觉的境界。城堡是他最重要的长篇之一。主人公 K 是一个有着良好愿望的人，他寂寞地在生活中穿行，渴望与人共处，建立家庭，找到有用的职业，但一切皆告失败。这种普遍的陌生感具体化为犹太民族在异乡寻求扎根却终不成功的困境。卡夫卡通过象征而非寓言来表达思想，象征同时站在预感性和客观真实的2个平面上，读者越是深入细节，就越清楚地看到那普遍性的东西。饥饿艺术家是他最后完成的重要作品，同样探讨了犹太人问题和将个人汇入民族命运的主题。1917年8月，卡夫卡第1次咳血，被确诊为肺间炎。他极不情愿地接受去疗养的建议，最终被安排到妹妹在屈劳的小庄园休养。在那里，他第1次亲身接触农村生活和德国农民，后来由此孕育出长篇小说《城堡》。1923年，在柏林与朵拉生活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然而，1923年可怕的通货膨胀之冬摧毁了他的健康，
他倔强地坚持靠退休金度日，拒绝家里的资助，以维护来之不易的资历。1924年3月，他被带回布拉格，随后确诊为喉结核。在维也纳医院和基尔林疗养院，朵拉和克洛普斯托克博士悉心照料他。卡夫卡想与朵拉结婚，写信给他虔诚的父亲，自称是忏悔者，但那位拉比只回了一个不字。卡夫卡从朵拉身上发现了东方犹太教传统的宝藏，生的欲望前所未有的强烈。1924年6月3日凌晨4点，他在呼吸困难中要求医生杀死我，否则您就是杀人犯，然后平静地说，可是我要走了。当日下午溘然长逝，享年40岁。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却迅速成名。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布罗德，他违背了卡夫卡要求销毁手稿的遗愿，系统地整理出版了卡夫卡的全部作品，使这位天才作家在去世后获得了应有的声誉。布罗德逐条驳斥了歪曲解读卡夫卡的企图。有论者将卡夫卡描绘为法西斯主义的前身、恶的崇拜者，布罗德揭示其手法是故意删去卡夫卡积极肯定的成分，断章取义。卡夫卡始终在与压迫性权力作斗争，在流行营明确描写专制政权的崩溃。城堡表现的是中间层对上帝旨意的阻隔，而非对恶的肯定。卡夫卡的格言表达不可摧毁之物的信念，而他的小说展现怀疑和不安，两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世界观。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部传记带给现代人的启示。卡夫卡的故事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核心命题：一个人如何在外部世界的压迫与内心追求之间寻找平衡。卡夫卡的一生是现代人精神困境的缩影，他拥有卓越的才华和深刻的洞察力，却终生被自卑感、恐惧和职业枷锁所困。他将写作为祈祷的形式，视为生命中唯一真实的表达，却不得不在保险公司日复一日地消耗生命。他的爱情故事反复上演着同一个剧本，渴望亲密却恐惧亲密，接近幸福又亲手推开。然而，正是在这些矛盾的挤压中，他创造出了20世纪最深刻的文学作品。第一个核心启示是，原生家庭的阴影可以成为创造力的燃料。卡夫卡与父亲的关系是他一生的核心创伤。父亲的粗暴教育使他丧失自信，产生无穷的负疚感。然而，正是这种痛苦驱动他将内心的挣扎转化为文学创作。致父亲的信、变形记、诉讼，这些不朽杰作都深深植根于父子冲突的土壤中。这对现代人的启示在于，原生家庭的伤害确实存在，但我们不必被它定义。卡夫卡没有简单的控诉父亲，而是通过写作将个人痛苦升华为对人类普遍困境的思考。他把我受了伤变成了人为什么会受伤。这种转化能力是每个现代人都可以学习的。关键在于区分，不是要原谅伤害，而是要把伤害转化为创造的能量。第二个核心启示是，职业与热爱之间的撕裂是现代人的普遍困境。卡夫卡在保险公司的工作是他一生的痛点。他在日记中写道，起草公文如同从自己身上撕下一块肉，而写作则是神妙的轻松。这种撕裂感在1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普遍存在。卡夫卡的选择给了我们一个重要提醒，他坚持挣钱的职业与文学创作必须绝对分离，拒绝以文学谋生。现代人可以从中学到，不必在辞职追梦和彻底放弃之间二选一。卡夫卡用20年的业余时间写出了传世之作，关键是找到一种方式，让你的热爱不至于完全熄灭。第三个核心启示是，爱情的恐惧往往不是因为不够爱。卡夫卡的爱情故事是传记中最令人心碎的部分。他与菲利斯的关系持续5年，最终以订婚后的迅速破裂告终。但卡夫卡的恐惧不是因为不够爱，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太知道爱的分量。密伦纳的分析一针见血，卡夫卡的恐惧不是针对他个人，而是针对一切厚颜无耻活着的东西。他无法接受不完美的亲密关系，因为他对纯粹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这给现代人的启示是，有时候我们推开爱情不是因为不渴望，而是因为我们对自己和对关系的要求太高。从心理学角度看，卡夫卡的心理特征与现代心理学中的回避型依恋高度吻合。他对亲密关系的渴望与恐惧并存，正是这种依恋模式的典型表现。这提醒我们，理解自己的情感模式需要回溯到最初的养育环境。
从社会学角度看，卡夫卡的故事揭示了现代性的早期症状。他在保险公司的工作，正是韦伯所描述的理性铁笼的缩影。人被制度化的工作所吞噬，丧失了生活的意义感。100年后，这种症状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推动下愈演愈烈。这里有5条可以践行的行动建议。第一，建立第二人生的仪式感，每天固定一个时间段，专门用于你真正在乎的事情。关键不是时间长短，而是那个时间段的神圣性。第二，把痛苦转化为创作，不要回避生活中的伤痛，尝试用任何形式记录和转化你的经历。第三，审视你与权威的关系，分清哪些是真实的限制，哪些是自己内化的恐惧。第四，在孤独与连接之间寻找节奏，找到那个让你既能深入内心，又能连接他人的节奏。第五，追求尽管如此的信念，在看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选择相信某种超越自身的东西。卡夫卡的故事提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一个日益理性化、制度化的世界里，一个人如何保持灵魂的完整？布罗德说，卡夫卡是现代作家中最接近托尔斯泰的人，因为他们都毕生追求伦理最高境界和内心纯洁。但与托尔斯泰不同，卡夫卡没有找到答案，他的一生都在寻找中度过。或许这本身就是答案，真正的精神追求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条永不停歇的道路。卡夫卡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从朵拉身上发现了东方犹太教传统的宝藏，生的欲望前所未有的强烈。这告诉我们，觉醒可以在任何时刻发生，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只要遇到对的人、对的事，生命依然可以重新燃起火焰。最终，卡夫卡留给我们的不是绝望，而是一种独特的希望，在最深的怀疑中，依然有某种东西不可摧毁。这不是廉价的安慰，而是一个经历了最严峻考验的人得出的结论。在今天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这份信念或许比任何实用建议都更有价值。